咖啡是对心脏血管、对心律不整都是好的啊。第3级的大肠直肠癌的化疗的时候，喝咖啡比较不会再发呢，还有肝癌很有效呢，还有乳癌，但是对而不好。看到开始有人讲说，拿铁可以升级成为燕麦奶，那个升级2个字其实蛮骗人的啊，因为你里面还是有碳水化合物很多，对于血糖它就很敏感，所以一喝以后马上血糖会变高，有胰岛素的抗性的话更糟糕。咖啡到底有没有帮助减肥？咖啡是一个比较偏是这个是我最大的原则跟主张。您现在收看的是精华版，如果要看完整版的话，请点击下方连结加入官方 LINE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晏仁宋医师，欢迎您再度来到初日会客室。今天我们访问的来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张金坚张教授。我们也许有新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，还是请您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基本上我是台大当过外科部主任，早期是乳房外科跟大肠直肠，那后来就是全部专攻在这个乳房外科。但今天呢，我们要请这个张教授发挥他人生斜杠的另外一面啊，还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饮咖啡研究室》，副标叫做《发现咖啡的健康力量》。我这本书后面有附500多篇的这个医学期刊呐，就是读了以后才写，不是这里道听途说，不是从 AI 的，也不是从 Google 这样乱抓的。对，要有凭有据的这样。所以来请教张教授，就是这个烘焙的方法。深焙、浅焙、中焙或者重烘焙有什么差别？那其实浅烘焙、中烘焙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随着烘焙的时间的不同而来定的。那我们烘焙基本上大概是10几分钟，如果浅的话，时间就稍短，所以它有一次的叫做气爆。然后你再到中烘焙的末段的时候，又再一次的爆，叫做油爆。那油爆以后，你知道到重烘焙就是再拖延一点时间，所以它的颜色呢是由浅褐色、深褐色到黑褐色，就是这样来的。而且重烘焙以后就有油爆，所以你那个豆的外面就会好像比较有一个光泽，好像一个油渗出来这样的感觉。那刚才你讲到了浅烘焙呢，那基本上它就是会比较酸，那它的果香味就比较多。重烘焙的话，就像你讲的苦味就有了，但是它也有尾韵，这种所谓焦糖味，也有所谓的这个巧克力糖味，就看你的偏好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espresso， 我真的是喜欢比较浓的味道。好多朋友喜欢 espresso， 我受不了，因为我有一点胃食道逆流，所以呢，我都会要很节制的喝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谈到从这个 espresso 开始讲啊，这样像 espresso 美式开始慢慢加一些东西，加奶，比如说拿铁、cappuccino， 对 cappuccino， 所以这些不同种类的咖啡哈，会对身体有不同的影响嘛？好，那最近看到开始有人讲说，拿铁可以升级成为燕麦奶，对，燕麦奶，这到底有没有真的升级的意思？那另外还有听到我刚刚稍微讲到说冷萃咖啡，前几年又流行所谓的生酮咖啡、防弹咖啡，来帮助一些减肥的东西。所以到底这些不同的咖啡有什么样的应该注意的事情？加奶有没有好处？拿铁跟卡布奇诺之间的差别？咖啡是饮以外还要品，所以它要它的香味，还有它的这种享受。那为了享受，我有时候我也不避讳，你加了奶油、牛奶，那就有额外的所谓的这些成分，比如说它里面牛奶可能有一些蛋白质，还可能有一些油脂。你加了奶油，那油脂更多，搞不好牛奶里面也有乳糖。那有一些人乳糖不耐症就不能喝燕麦奶的，因为你里面还是有碳水化合物很多，对于血糖它就很敏感，所以一喝以后马上血糖会变高，有胰岛素的抗性的话更糟糕。所以我都写的还是回归自然，就是黑咖啡或者拿铁。看到外面讲说升级为燕麦奶，那个升级2个字其实蛮骗人的啊。你也许可以避开这个乳糖的不耐受，但的确它里面含的碳水化合物会让你的血糖升高。我常常讲人生要有健康的原则，但是也要有享受的快乐。但是呢，大原则是要掌握，也就是说额外的热量不要有。更重要的，大家不要去喝那个比较3合1的，因为它那个糖加的蛮多的。还有那个奶精里面就是有缓释的脂肪，那就是坏了。但是你加鲜奶、牛奶，不错，它里面还有一些钙质可以补充钙。我们知道这个咖啡有点利尿，又有时候会把钙吸收比较差，所以这些骨质疏松的人就不要多喝，特别在女性停经的时候，那骨质的流失更严
严重，要喝可以，你就要补钙、多运动、维他命 D。完蛋的时候就是它就是用那种所谓的棕榈油啦、橄榄仁油啦、椰子油啦这些油的里面就是有那种叫做中链的脂肪酸，让你这样都用这种油的东西取代碳水化合物，看看是不是能够让你好像有减肥的作用。吃了这个，但是你其他的地方没有去弄好，而且这种最不好控制，所以我就比较不主张这些。顺着刚刚题目就是咖啡到底有没有帮助减肥？很多证实是会稍微减重，还有一些研究还做长期的观察，觉得对男性稍差一点，对女性还帮忙比较多，因为它不好控制那个 dose。比如说咖啡，你有小杯、中杯、大杯，有你讲的很浅的，它里面成分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这样就等于不知道在搞什么，所以我就主张说，咖啡是一个比较偏于减重，但是不能用这个来减重，这个是我最大的原则跟主张。那咖啡对于糖尿病的帮忙呢？糖尿病这个真的是对第二型的这个是证实的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个咖啡里面有这个利盐酸，这个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物。那抗氧化物大家知道对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就很有帮助，所以第一型就好像比较没有效这样。第一型因为是胰岛细胞坏掉了，跟这个胰岛素抗阻比较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刚刚其实你刚刚已经提到这个绿原酸啊，对于这个抗氧化、降血糖的作用，对癌症的作用是不是也是大概集中在这个抗氧化的效果？对，抗癌的话就基本上大家也是认同是在这个抗氧化的效果里面。第3级的大肠直肠癌的化疗的时候，喝咖啡比较不会再发呢，还有肝癌很有效呢，还有乳癌和我们接受的阳性的很有效呢。但是对肺癌反而不好。但肺癌它的增加是那种 epithelium， 就是扁皮细胞，不是腺癌，所以我现在不敢对腺癌怎么样做明确的判断。但是其他的癌我就主张，像白血病的大人的也可以，还有鼻咽癌、头颈癌的也好，肝癌最好。好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咖啡喝的好处，那坏处2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有人会成瘾；第二个，有人喝了之后心悸，对，然后血压会高，不好睡觉。有的人就喝了，心肝白白，胃周周，困不起。所以呢，这3个事情就是咖啡的罩门。但是像我这种根本就是代谢的很快的，晚上12点喝照样睡。所以呢，这就要看人的这代谢的能力。还有再来讲到这个咖啡会心悸，就是喝到不好的。或喝到你不喜欢的品种，12岁下的人不要喝咖啡，因为它骨骼还在成长，心智还没有成熟。还有孕妇也不能前半期不能喝，后半期可以喝一半的量。有人说它也会体重会减轻，但是很少了。我个人是这样认为。不然老实说，咖啡是对心脏血管、对心律不整都是好的啊。那上瘾的事情是这样，因为咖啡它是一种中枢的神经的刺激，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受体的关系。即便你一天喝一杯，但是你喝了很顺以后，你忽然停的话，就有一种叫做 withdrawal syndrome，withdrawal 什么戒断症状，戒断症状。意思说你一不喝的话，他就会觉得精神不济啦，会跟太太吵架啦，会跟同事吵架啦，会认知能力稍微差，那会持续在3、4天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再喝了，就会恢复回来，所以还是有一些戒断的症状。但是呢，刚才讲的那一些对癌症啦、对心脏血管啦、第2型糖尿病啦这些，那个不是咖啡，那是抗氧化剂，所以气咖啡因的也有这个作用哦。给我们听众怎么样建议怎么喝咖啡？每天喝个3杯大概是最好的，但是大概1杯也够了。只要你想喝、能喝、能够规律的喝，应该对身体有效。好，那对整个健康来讲，可不可以就依靠咖啡呢？不能，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饮食生活的方式，运动，规律运动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快问快答。OK， 早上起床后就空腹喝咖啡，会不会伤胃？如果没有胃的问题还不至于，但是有胃的问题还是不要。麝香猫咖啡贵的有道理还是噱头？我觉得麝香咖啡确实有它的香。那在泰国是用象，在越南就用雕，那在印尼就是用麝香猫，那我们的台湾就是用果子狸。但是其实太贵了啊，我不主张，而且有动物这样的残害不好。咖啡冷掉后再加热，营养价值会流失吗？营养价值不流失，但是它的香味什么就比较差一点。有一个说法说喝咖啡会长不高，是真的吗？没有道理。热咖啡跟冰咖啡对人体有影响，不同影响吗？热能都可以，但是往往冷的里面加的奶油
会多啦，或者加的什么东东，那些就是额外的负担啊。不要乱加的话，冷热差不多。超商咖啡跟自己泡的3合1哪个比较好？超商的现在越来越不错了，可以吃得进来。生理期喝咖啡会缓解经痛还是会更不舒服？哇，这个就是千变万化，不一而足，没有定论。咖啡豆如果过期了，但没有出现异味，还可以吃吗？不要了，不要这么节俭了。那我顺便问一下，最好的储藏豆子的方式是怎么样？其实豆子就是保鲜期要短最好，那放在冰箱就要换单独放的冰箱。那一般是说有专门的盒子，放在阴冷的地方就好了。OK， 但是不要保存太久。喝咖啡利尿能不能用咖啡来补充水分？它就缺水分了，缺水分要一杯白开水在旁边。OK， 喝咖啡提神是真的有效，这只是心理有效。但是你喝了就还是可以睡得很好。我睡得很好，但是我不会说喝了不睡啊，那就很好了。OK， 睡得很好，老天保佑我这个不错。OK， 我们谢谢张教授今天又带给我们这个又有生活品味，又有科学根据，又有充满趣味的题目。谢谢你，谢谢。